but I feel stupid for complaining about China. I really hope all of India is not this intense, because I don't want to spend a month here.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啊，咱们要聊一个在网上火得一塌糊涂的事儿。这个主角呢是一位英国的网红小姐姐一位专门满世界溜达拍视频的旅行博主。现在这个年头啊，这种博主可太多了。他们扛着个相机，今天在巴黎铁塔下喂鸽子，明天在非洲大草原上看狮子，小日子那过得叫一个滋润呀。咱们呢就跟着他们的镜头，足不出户环游世界，感觉也挺好的呀。可是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小姐姐啊，她这一趟亚洲之行可是走出了一段史诗级的心路历程。那怎么个史诗级呢？简单说啊，就是从这个疯狂吐槽中国，到被印度整得崩溃大哭，最后还得隔空跟咱中国道个歉。这剧情比这个电视剧还精彩。咱们先说说这位英国的小姐姐，咱就叫她索菲亚吧。这索菲亚来中国之前那可是做足了功课的。不过她这个功课80%都是从某些西方媒体上看来的，这脑子里是装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刻板印象。所以她一落地中国，那种吐槽模式就立马开启了，火力那叫一个猛。首先她先嫌弃咱们中国人的英语不好，她跑到一个小店想买瓶水，跟这个老板一通 Hello water how much 的比划。这老板呢，朴实人一脸懵，最后拿出这个手机的计算器，按了个3给他看。这索菲亚当时就在视频里抱怨天哪，在这里交流真的是太难了呀！他觉得你这么大个国家，怎么连个英语的普及率都这么低呢？嘿，我说这位小姐姐咱这是在中国不是在伦敦你来我们这儿，我们没要求你非得会说中文，就已经够客气了。你倒好，反过来要求我们人人都得英语8级，这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吗？接着呢，他又开始嫌弃咱们用钱不方便，这点就更有意思了他攥着一把花花绿绿的人民币现金，想体验一把土豪的感觉。结果呢，跑到个早餐摊买了个煎饼果子，递给大爷一张100的。这大爷瞅了瞅，摆摆手，指了指旁边的二维码。这索菲亚又懵了，他一路走一路发现从这个大商场到这个菜市场，甚至是路边烤红薯的大爷全都是扫一扫。他想花钱都花不出去。他在视频里面就抱怨这里简直就是无现金社会对我们这种用惯了现金的游客太不友好了。他觉得这手机支付剥夺了他花钱的快感。最后呢，也是最经典的一条，他抱怨这个天眼太多，没隐私。走在这个大街上看到这个路灯杆上的摄像头，他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对着这个镜头悄声说，到处都是监控感觉自己像在演一部谍战片，一点隐私都没有。总之吧，在这个索菲亚的中国 vlog 里咱中国就是个交流费劲儿、花钱麻烦还被人盯着看的地方。那字里行间透露着一股你们怎么是这样子的优越感，仿佛他所习惯的西方生活才是全世界的标准答案。在中国受尽委屈的索菲亚带着对自由和原生态的向往，信心满满的踏上了下一站印度。因为在他的印象里这个印度那可是个精神圣地充满了异域风情和人文气息，是寻找灵魂的好地方。然而当他乘坐这个火车哐当哐当的驶入了印度某火车站台时，他想象中的诗与远方瞬间被眼前的现实砸了个粉碎。一下车一股难以形容的神奇味道就扑面而来。你要问我是啥味咱也没去过，但是根据这个网友分析那是一种混合了咖喱味、汗臭味、牛粪味还有这个公共厕所味的复合香型，非常上头。他再定睛一看这个整个火车站那叫一个原生态墙壁上是常年累月积累下来的污迹，黑一块黄一块的，跟画了抽象画似的。这地上呢密密麻麻，到处都是席地而睡的人，男女老少横七竖八的，把这个车站当成了自己家的卧室。你想从 A 点走到 B 点，就得跟玩那个跳房子游戏一样这小心翼翼的找下脚的地方。这索菲亚当时整个人都石化了他拿着这个镜头声音都开始发颤天哪，这是什么地方他想找个厕所那简直都是一场噩梦
据其他去过这个印度的网友描述啊，这个印度的公共厕所很多时候那是一种视觉、嗅觉和心理的3重暴击。这个索菲亚估计是体验到了，出来的时候那个脸都白了呀。之前在这个中国嫌弃手机支付的他，此时呢攥着一把印度卢比，想买点东西啊，但又遇到了新麻烦。小摊小贩根本找不开他手里的大钱，这想刷卡吧，对不起，没那设备。这个时候啊，他才突然怀念起在中国那个被他吐槽无数次的扫一扫，那原来是这么的方便、快捷、卫生。视频里啊，这索菲亚和她的男朋友啊，2个人就可怜巴巴的靠在这个站台的脏墙上，紧紧的抱在一起啊。这个索菲亚对着这个镜头，终于是绷不住了啊，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她一边哭一边说啊：“我是真受不了了，我想尽快离开这里，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我真希望整个印度都不是这么夸张，因为我不想在这里待上1个月。”然后呢，他就抽泣着说出了那句让所有中国网友百感交集的话 But I feel stupid for complaining about China. I really hope all of India is not this intense, because I don't want to spend a month here. 这索菲亚的这段印度历险记视频啊，比他在中国拍的所有视频加起来都火。这评论区里那可是真的说什么都有啊，有嘲笑他的大小姐欢迎来到真实的世界，有同情他的隔着屏幕啊都能闻到味儿，妹子挺住啊。但更多的人啊开始从这件事里品出点别的味儿来。有位网友的评论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那不是所有的地方啊都该围着你转，尊重差异才是旅行的真谛。你看啊，这个索菲亚的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她的心里，早就揣着一把英国制造的尺子，她用这把尺子去量中国，觉得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行。她又用这把尺子去量印度，结果呢，这个尺子啊直接被现实给掰断了。这就是咱们今天啊想给大家伙儿深聊的话题。当咱们的想象撞上现实，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看待这个五花八门的世界？咱们很容易啊掉进一个坑里，就是用自己的生活标准去评判别人的是非对错。比如啊，有的这个游客吐槽，在这个上海办个事儿3天全搞定，在这个德里办张电话卡得等1个礼拜，这个印度的效率也太低了吧？这话听着是挺有道理，是吧？但是你没看到的是啊，这个印度啊，它就是用这种看似低效的方式维持着它独有的社会平衡。它有一个庞大的非正式经济，其实说白了就是街头那些数不清的小摊小贩。这些人呢，他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社保，就靠这点小买卖养家糊口。这种模式虽然乱，但是他用最低的成本解决了印度70%劳动力的吃饭问题。你要是强制取缔啊，用咱们这种高效的标准化的模式去替代，那几亿人的生计啊，可能就一夜之间没了。再回过头来说咱们中国的技术效率啊，也经常被误读，就像索菲亚抱怨的天眼监控。很多西方人一听这个就觉得是侵犯隐私、技术威权，但是他们往往也忽略了啊，或者说是故意不提这些技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有这个数据说啊，正是因为这些天眼，咱们国家这个女性深夜独自出门的安全感提升了37%，咱们丢了东西能找回来的概率啊，从原来的12%涨到了68%。这些冰冷冷的数字背后是什么？是一个个真实的安心的瞬间啊！是这个学生晚上10点下晚自习不用提心吊胆，是咱们这个手机落在这个出租车上还能大概率找回来。这就是中国解决问题的逻辑。我们的人太多了，这个人口密度啊是美国的4倍。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不靠点技术手段，怎么去平衡安全和效率？有位网友就打了个比方，特别的形象啊。他说，你不能要求一个沙漠国家像这个水乡泽国一样的去治理水患，你也不能逼一个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非得像我们一样安安稳稳的种地。每个国家现在运行的这套规矩啊，都是在他自己的历史文化、资源条件、发展阶段里啊，一点一点熬出来的生存智慧。你非得拿一个标准去硬套，那不就是跟何不食肉糜一样吗？显得有点可笑了呀。那这事儿聊到这儿啊，就得提到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了，那就是某些西方媒体啊，在报道咱们和印度时的双重滤镜，
你会发现啊，在他们的故事里啊，藏着一杆特别灵巧的秤。一提到中国的监控系统啊，他们用的词儿啊，准是什么侵犯隐私啊、威权了、压迫了，但是他们绝口不提这套系统啊，让电信诈骗案大幅度下降，让老年人走失后能迅速被找到。可是，一说到印度街头的混乱，这个画风啊立马就变了。他们会用什么充满自由活力、浓浓的人文气息、真实的人间烟火这些词儿来美化。但他们也绝口不提，这个印度啊，每年因为这个公共卫生问题死亡的儿童啊，多达50万，也绝口不提这个女性在拥挤的人群中，随时可能遭遇咸猪手的日常恐惧。这是为啥呢？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在作祟。在他们的眼里，非西方的国家只有2种形象，这要么呢就是他们要去拯救的落后学生，这要么呢就是威胁他们文明的异类。他们就是不愿意平等的、客观的承认啊，这每个国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难题。还是咱中国网友啊看得透彻，有句话说的特别狠，也特别的到位。他们之所以夸印度的自由啊，是因为他们不用亲自在这个德里的街头体验被人乱摸的感觉。他们之所以骂中国的监控啊，是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在凌晨2点的烧烤摊上安心的撸串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所以当你的立场本身就带着偏见的时候，你所谓的客观啊，不过就是拿别人的现实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感罢了。那聊了这么多，咱们再回到旅行这件事本身啊，在印度的恒河边，据说啊刻着一句古老的箴言，翻译过来就是真理唯有亲眼所见。这句话可能就说透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本质。这个世界啊，从来就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判断题。有人在上海呢，会惊叹于一部手机啊就能搞定一切的超级便利。那也有人在这个德里会被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递过来一杯热奶茶而感动一整天。有人批评中国的规矩太严，管得太死，却没有看到啊，正是这些规矩啊，才保证了14亿人能够如此有序的生活和流动。有人嘲笑这个印度混乱无序，效率低下，却也忽略了啊，他正是用这种混乱，用最低的成本维系着另外14亿人的生存和希望。这些看似矛盾的体验啊，恰恰拼凑出了一个真实的世界。技术效率啊有它的代价，社会弹性有它的痛点，西方的普世价值也不是万能灵药，它也有覆盖不到的角落。那真正的成长和反思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从我们放下心里那把预设的标准尺子开始的。当你不再纠结这个中国啊为什么不能更像西方一点，或者是印度啊为什么不能学学中国，你才能真正看懂啊，这个每个国家的选择啊，都是在它那片独特的土壤里长出来独一无二的果实。就像那位在恒河边喝着热奶茶的旅行者说的啊，你可以不喜欢这里的混乱，但你不能否认啊，他用自己的方式让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活着、笑着，并期待着每一个明天。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值得尊重的真理。而对于索菲亚小姐姐来说啊，这次印度之旅啊，虽然狼狈，虽然痛苦，但是对她的人生来说，或许才是最宝贵的一刻。好啦，今天视频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